江彻，你怎么在这？于婉儿呆立原地，眼神不可置信地看向门口，双手微微颤抖，下意识将手中东西藏于身后。此时，门口一个少年倚靠在门框旁，嘴角噙着笑意，正在看着他。我是前不久穿越成校花们的贴身狂龙的一名扑街反派，主角名叫林雨，在山上苦练了10几年，受师傅任务下山给校花当保镖，然后就是各种装逼打脸、升级、抱得美人归。而我堂堂航城的首富之子，连50章都没活过，就匆匆下线。江彻打量着这个浑身发颤的女孩，于婉儿，书中的女主之一，也是校花叶梦瑶的闺蜜。这个小萝莉可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纯良，这可是个顶级的绿茶。江彻哥哥，这里是资料室，你怎么来了？哦，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是来整理资料的。宿主撞见女主于婉儿偷窃考试资料，触发大反派选择。江彻穿越之后就绑定了这样一个反派系统。好感度？我需要于婉儿的好感度吗？虽然她长得确实很漂亮，颜值至少95分起步，换做一般男人估计直接化身沸羊羊了，但是舔狗舔到最后只会一无所有。至于第2个选择，于婉儿的胖次，这恐怕只有变态才会感兴趣吧。更何况只说是于婉儿的，穿没穿过还不知道呢，万一到手的是没穿过的，岂不是血亏？我选3。江彻缓缓走进资料室，左右打量起来，最终把目光放在于婉儿身后。哟，看我发现了什么？这该不会是明天联考的试卷吧？江彻语气惊讶，同时也偷偷打开手机摄像功能。原来我们的于大校花常年蝉联全校第1的优异成绩，竟然是靠抄的吗？才没有呢，你才会作弊呢。于婉儿无比后悔为什么要过来偷试卷，其实以她的实力，就算不来偷，也是全校前5水平，主要是虚荣心作祟，想维持全校第1的虚名而已。呵呵，你觉得我会信吗？江彻哥哥，你就当没看见行不行？我在叶姐姐面前给你美言几句，好不好嘛？叶梦瑶，江彻哥哥，你不是一直在追瑶瑶姐姐吗？我和她关系那么好，我可以在她面前多说你的好话的。整个世兰学校都知道航城的首富之子江彻是校花叶梦瑶的追求者。如果我要是拒绝呢？于婉儿巴掌大的小脸上一阵阴晴不定，似乎在做抉择。然后小萝莉脸色一变，哼，就算你发现了又能如何？你又怎么证明我是进来偷试卷的？而且你也进来了，大不了一会儿我来个贼喊捉贼。你觉得校领导是相信我这个全校第1呢，还是会相信你一个吊车尾？死小鬼！我说你啊，真是蠢的可爱啊！果然死小鬼什么的就应该教训一下才能老实。你看这是什么？手机里传出于婉儿的声音。就算你发现了又能如何？你又怎么能证明我是进来偷试卷？你什么时候录的视频？于婉儿开始恐惧起来。你把手机给我，你给我啊，你快给我啊！我可不吃他这一套，还和我装。你绿茶婊的面孔早就被我识破了。小姑娘哭了一会儿，见哭闹不顶用，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表情逐渐认真。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乱来啊！我会告诉叶姐姐的，到时候你就彻底别想追到她了。于婉儿，你也不想你偷考卷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吧？你威胁我？江彻不是叶梦瑶忠实的舔狗吗？怎么我把叶梦瑶搬出来也不顶用？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你想追叶梦瑶姐姐，我可以给你提供攻略，我知道很多她的小秘密。不，我现在对你更感兴趣了。江彻将于婉儿逼到墙角，如同俯视猎物般看着他。你冷静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江彻轻笑一声，随后指了指一旁的一个桌子。你去那里，趴在桌子上，然后屁股撅起来。于婉儿脸色瞬间爆红，羞耻感涌上心头，摆出宁死不屈的模样。信不信我现在喊出来，大不了咱俩同归于尽。那我只能把视频交给学校老师喽。你交吧，大不了同归于尽。我告诉别人你在这里，想要侵犯我，我丢的是人，你进的是局子。于婉儿说着拉开衣服。来啊，互相伤害啊。好嘞，刚才你那段话我录下来了。手机里传出于婉儿被掐头去尾的声音。我告诉别人你在这里想要侵犯我，我丢的是人，你进的是局子。你不能这样。于婉儿就算再有心机，也终究只是个没步入社会的学生而已，面对江彻这种老狐狸也会感到害怕。好吧，我不逼你了，你亲我一口，然后今天我就当失忆了，你看如何？江彻的话让于婉儿脸色变了变，不停摇着头。那就别怪我了。我亲。
于婉儿踮起脚尖，但鼻尖只能碰到江彻胸口。你能不能低下头，把脸凑过来？高贵的男人不能低下自己的头颅，接吻和捡钱的时候除外。于婉儿本来只想亲一下脸，没想到江彻夺走了她的初吻。你个混账！你手机给我，把里面的东西删除了。江彻当着于婉儿的面删除所有视频资料，小姑娘这才长舒一口气，脸上轻松了不少。你个混蛋，你这辈子都别想追到叶梦瑶姐姐了。于婉儿恶狠狠放了几句狠话，狼狈的离开了。小姑娘就是小姑娘，心思再重都是那么好骗。点击设置，文件复原，复原成功。这就和你用电脑删除文件只删桌面图标一样，毛用都没有。这女主的小嘴就是甜，和抹了蜜一样。你这秘密我吃1年。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奖励，可分配自由属性10，宿主江彻，年龄18，力量8，速度10，智力15，魅力20。全部加在力量上，没有过硬的实力，遇到那位狂龙主角，岂不是还要被吊在树上抽？很快，江彻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量涌入体内，力量加10，当前力量18点。10点力量是正常成年男人的力量，18点几乎堪比一般轻量型拳击手了。虽然和主角林雨还有不小差距，但细水长流，身为首富之子，家产近1000亿，还有系统辅助，如果还整不死一个下山高手，那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江彻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晚，路上学生寥寥无几。江彻，一道银铃般的声音在身后响。江彻。此时校门口聚集了不少学生。叶梦瑶毕竟是大校花，很多男生暗恋的对象，甚至就连很多女生对叶梦瑶都暗生情愫。干什么？江彻的语气让叶梦瑶一时间有点不太适应。那个，我家里出了点事情，管家不能来接我了，你来送我回家吧。在他的印象之中，江彻对自己百依百顺，送自己回家这种事情肯定不会拒绝的。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送你回去？从小到大，江彻都从来没有拒绝过自己。咱们家离得很近啊，都在同一片城区，你顺手而为的事情啊。宿主遇到叶梦瑶的恳求，触发大反派选择。选择1，立刻同意，化身舔狗把叶梦瑶送回家，奖励叶梦瑶的好感度+1。选择2，骗其上车，然后打晕带回家里，触发特殊 H 剧情，奖励银手镯1副。选择3，果断拒绝，扬长而去，奖励大师级综合格斗术。你这个狗系统，搞事情的吧？玩过无数小黄油的江彻怎么能不熟悉特殊剧情？曾经的他为了一段 CG 剧情可以全网疯狂找补丁，一听就令人激动，但是却喜提银手镯1副。那不行，你自己打车回家吧，或者是坐公交车回去。说完之后，江彻便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一辆迈巴赫。身为叶家大小姐的她，被当众拒绝，脸面都丢光了，而且周围还有这么多同学看着她。江少竟然改性子了，不当舔狗了。江公子真乃无辈楷模。我觉得江少应该是看开了，并不想再去追求叶梦瑶了。如果我要是有江少那么多钱，早就出去嗨皮了。当然也有很多叶梦瑶的舔狗站了出来。瑶瑶，我送你回去吧。我家司机今天开的是劳斯莱斯，我送你回家。梦瑶学姐，江彻他根本就不够喜欢你，我比他更深情。江彻这个头号舔狗不舔了，叶梦瑶剩余的舔狗们光速抢着上位。滚！溜了。但叶梦瑶的内心确实整个人很是委屈，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而就在这个时候，于婉儿走了出来。瑶瑶姐，别生气了，江彻就是一个大混蛋，咱们不要理他。婉儿，你说的没错，江彻就是一个混蛋。瑶瑶姐，要不还是给叶叔叔打电话吧，你一个人打车回去也不放心啊。有你在嘛，婉儿，你今晚跟我一起回家呗。可是叶姐姐，明天还有考试呢。怕什么？我这个小学渣还要向你这位学霸请教一下题目呢。瑶瑶姐，你又取笑我，你上次模拟考分明不也考进了全校前10吗？两人一边走着，还一边数落着江彻的种种恶行。于婉儿并没有把今天被江彻胁迫强吻的事情说出来。恭喜宿主做出选择，获得奖励大师级综合格斗术。刚刚强化了力量，这就送技能了，融合技能。随着江彻的开口，脑海中凭空多出了很多关于各种格斗术的知识和技巧，巴西柔术、泰拳、咏春拳、空手道、柔道、散打，甚至是太极、八极拳这种龙国古武术都有，直接把江彻强行拔升，成为了一个强者。以如今我自己的实力，就算打不过主角，应该也不至于被他吊在树上抽吧。江彻回到家之后，
沙发上坐着一个美妇人，怀里正抱着一只白色的布偶猫，倚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剧。儿子放学了。江云里见到江彻之后，很是激动，跑到江彻面前，给他了一个来自母爱的抱抱。夫人，虽然我是您儿子，但是您能不能注意点形象？其实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怀疑自己进入了小黄油或者是李帆世界中了。而此时，厨房里面也传来了粗犷的男声。小彻回来了，正好来尝尝老爸我最近刚学的手艺。这两位是江彻在这个世界的便宜爸妈。根据江彻对剧本的了解，自己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两位极其溺爱自己，以至于变成了无脑反派，和主角作对，然后被搞得家破人亡。哎呀，好长时间咱们一家子都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来来来，都尝一尝我做的辣子鸡块，老婆你来尝一块。好嘞呢。哇塞，好好吃，谢谢老公。这该死的狗粮！儿子，老爸有件事情问你一下，刚才你叶叔叔打电话过来了，你和孟瑶闹矛盾了吗？不算是闹矛盾吧，就是我看开了，弱水三千，又何必只取一瓢饮？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放过叶梦瑶？这么靓的妞放过了，岂不可惜？尝过了鱼丸的甜美之后，他就明白了这些女主们是真低润。这个反派他当定了，不为别的，就为了念头通达。我早就看清楚叶家那个女儿的性子了，一直吊着我儿子，还大家闺秀呢，我看就是一个高级一点的绿茶婊。江渊也是沉默的点了点头，虽然很希望叶家那个小姑娘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但既然江彻不喜欢她，那江家的大门就不再为她打开。叶梦瑶的心情并不算好，反而有些低落，脑袋里面经常回想出白天时候的江彻那疏离的目光。瑶瑶姐，想那个臭男人干什么？聪明的他一眼就看出了叶梦瑶的小心思。江彻就是一个大混蛋。一想到这个狗男人白天竟然夺走了自己的初吻，他就有种想哭的感觉，甚至回想起来，现在舌根都有点酥酥麻麻的。婉儿，你看起来很讨厌江彻的样子。瑶瑶姐，我就是气不过，为你打抱不平。就算不是恋人关系，他送同学回家，不也是一种同学情分吗？其实我也没那么讨厌他，不过是因为我有厌男症而已。而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喂，老爸有什么事情吗？瑶瑶啊，如果你不喜欢江彻的话，那就算了吧，反正强扭的话也不甜。再给你说个事情，咱们家生意敌对的人很多，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准备花大代价给你请了一个贴身保镖，保护你的安全。保镖？是男的还是女的？叶府沉默了片刻。男的。我不要。现在你的安全很重要的，你的这个保镖可是我花费大代价请过来的高手。重点在保镖上吗？是贴身啊。可是那样的话无法起到保护你的作用啊。保护不了我。那他还叫做高手？宝贝女儿啊，不贴身怎么保护你啊？保护我为什么要贴身？如果在今天之前，他或许还会同意这个什么贴身男保镖的事情，因为他需要一个挡箭盘来堵住江彻的疯狂追求。叶长空先生，您的女儿似乎不太喜欢我。我家女儿性格就是这样，平日里缺乏管教。既然瑶瑶并不愿意让你做她的贴身保镖，那看来只能抱歉了。等等，叶先生，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胜任保镖一职的。他看过叶梦瑶的照片的，说实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我女儿有厌男症，贴身保护应该是不可能的。那我只能把你安排进瑶瑶的学校里面了，你和她当同班同学，上下学都保护她的安全即可。晚上我会给你安排另一处住所。本来还想着能够贴身保护，吃喝同住，擦出点什么火花呢。现在看来任重而道远啊。行，不贴身就不贴身吧。瑶瑶的安全以后就由我负责了。总感觉江彻似乎有哪里变了，可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江彻出现在班上的时候，不少人都惊了。江彻竟然会来这么早？平日里江彻前2节课都是不上的，甚至有时候一上午乃至一天不来都是常有的事情。关键学校里面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江彻家里可是学校的股东之一。很快，第1节课上课，班主任走了进来。同学们好，今天咱们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林雨。我是林雨。林雨的目光很快就落在了叶梦瑶的身上，眼前顿时一亮。这个女孩简直比照片里面还要漂亮，充满了少女气息。此时，他的目光又被叶梦瑶身边的小萝莉吸引到。好可爱的一只小萝莉啊！如果自己能左拥右抱的话，
那这辈子就值了。林雨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初哥，整日和自己的五指姑娘为伴的，此时很是激动。林雨经过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就走下了讲台，但整个教室里面没有空余位置了。林雨看了半天，最终把目光放在了江彻的身上。喂，你起来，把位置让给我。此话一出，一些同学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这新来的这么头铁，竟然敢让江彻滚！他难道不知道江彻是首富之子吗？这家伙是个傻逼吧？一上来就让人滚蛋，这种狂妄之人不是蠢就是傻。有好戏看喽！我估计这个家伙要被江少整得很惨喽。林雨倒是并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装逼最大。除了女人，装逼就是头等大事。你是反派还是我是反派啊？这种嚣张至极的话，不应该我来说吗？宿主遇到林雨的刁难，触发大反派选择。选择一，大喊一声我还会回来的，然后灰溜溜的让开座位，奖励绿奴帽一顶。系统。选择二，猛拍桌子，当众发火，对林雨动手，然后被暴打一顿。叶梦瑶好感度+5。系统。选择三，冷嘲热讽，阴阳怪气，气炸林雨，奖励技能高中全学科知识点。我选择三，气炸林雨。有时候言语的力量比拳脚来的更加伤人。你他妈傻逼吧？你怎么？你还想打人？我打的就是你。林雨刚准备动手，台上的班主任就坐不住了。林雨，你干什么呢？你一个转校的贫困生，不思进取就罢了，竟然还想打人！原来就是一个贫困生啊！敢对江少动手，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就是一个贫困生啊！穷屌丝而已，他那种屌丝的气质，简直就是扑面而来啊！果然是一个穷屌丝。你看你穿着的这副样子，该不会刚从垃圾堆里出来的吧？赶紧离我远点，你熏到我了。江彻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在疯狂地挑逗着林雨。市兰中学校规，打人要退学的。像你这种穷逼，估计花了大代价才进来的吧？你来啊！你打我的话，我就躺这里了，然后再报警。我今天不讹的你裤子穿不上，就算你没穿。林雨恨不得一拳砸在江彻的脸上，但是理智却告诉他不能动手。一旦动手了，自己说不定真的会被开除，到时候自己还怎么泡妞啊？然而他并没有想到，江彻反而更加起脸了。哥们儿，我理解你，丑不是你的本意，是上帝发的脾气。林雨气得双肩颤抖，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来，你打我啊！打我！你下不了手，要不你骂我两句吧，你张不开嘴。看着江彻贱兮兮的表情，他多想一拳打下去，但是江彻刚才的话让他隐隐约约有些迷雾。这个家伙故意想激怒自己，只要自己打他了，就会被开除。哼，想得到美，我偏不揍你。自以为想清楚一切的林雨缓缓放下了拳头，努力压制着自己内心中的怒火。我不想让漂亮的女孩看到暴力，今天先饶过你。不是，哥们儿，你小脑萎缩吧？我坐在这里好好的，是你先来找茬的。你不就是想和叶梦瑶他们离得近点吗？大家都是男人，我能看不出你咋想的？你他娘也不撒泡尿找找，你自己长得和开玩笑似的。什么品种的癞蛤蟆啊？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从林雨想杀人的表情来看，估计自己是成功激怒了他。之前怎么没有发现江彻竟然还有这样有趣的一面？而且刚才江彻的那副语气，该不会是吃醋了吧？肯定是的。看到这个，林雨想要坐在自己身旁吃醋了。怎么不把这个混蛋打死呢？这个姓林的果然是一个只会口嗨的废物。林雨，那垃圾桶旁边有一张小桌子，你去坐那里。班主任朱勇本来就是一个势利眼，首富之子和一个刚入学就狂傲无比的贫困生，傻子都知道偏袒谁。还班主任呢，有眼无珠。你说什么？辱骂老师，信不信我开除你？你只是一个老师，又不是教导主任或者校长，你凭什么开除我？他这句话一出，直接引起了哄堂大笑，就连江彻都憋不住了。我就是教导主任，回去写10000字检讨，明天交给我，不然你就等着被开除吧。林雨气得牙痒痒，但也只能就此作罢，走到了垃圾桶旁的桌子坐了下去。他的眼神一直都放在叶梦瑶的身上，心里不断歪歪着和这位美少女发生点暧昧情节。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奖励高中全学科知识点，触发暴击奖励，宿主额外获得奖励全属性点+5。竟然触发了暴击奖励，全属性+5，美滋滋。系统加点，顷刻之间，一股强横的力道就涌入江彻身体之中，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智力、速度，甚至连魅力都强化了不少。婉儿，你快看看，江彻是不是变帅了一些？瑶瑶姐，
你不是最讨厌江彻的吗？于婉儿的话直接把叶梦瑶给毒死了。她之前确实很讨厌江彻，那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让她感到反感。你没有感觉到江彻变得有趣了一些吗？没有。她现在想杀了江彻的心都有了，鬼才会觉得他有趣。系统融合高中全学科知识点，顿时大量的所有高中可能涉及的学科知识点，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灌入了江彻的脑海之中。没意思。江彻倒头就睡。林雨此时看了一眼江彻，露出了不屑的表情。呵，敢让我出丑，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他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江彻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而已。自己堂堂一个暗境武者，有的是办法弄他一个垃圾富二代。下课的时候，林雨本想去找江彻的麻烦，但是他才刚刚起身，下一秒他的脸就黢黑了。一大群小迷妹围在了江彻身边。凭什么？他一个纨绔子弟而已，除了长得帅，他还有什么？叶梦瑶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不知为何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有种本该属于自己的玩具被人夺走的感觉。瑶瑶姐姐，我就说这个男人是个花心大萝卜吧。婉儿，你说的没错，他就是个花心大萝卜。而就在此时，一道身影走到了他的旁边。叶梦瑶小姐，认识一下，我叫做林雨。不想认识。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难道是因为姿势的问题吗？想到此处，他又换了一个自以为更加帅气的姿势。你能不能滚一边去？我看着心烦。哦，天命之子和他的小女主这才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吵起来了？系统，什么情况？叶梦瑶遇到了气运之子之后，不应该双腿岔开吗？瞬间臣服于林雨的王霸之气之下。尊敬的宿主，因为您这个反派的存在，导致原本气运之子独属的降智光环失效，所以女主们并不会被降智。好家伙，我就说呢，原来是林雨这家伙的降智光环没了。林雨在叶梦瑶面前出了丑之后，把心里所有的恨意都转到了江彻的身上。哼，江彻对吗？中午放学的时候，叶梦瑶主动走到了江彻的面前。她很少主动和江彻搭话。那个，下午的模考你有信心吗？她一开口就后悔了，自己是学校前10的优异成绩，而江彻的成绩是公认的吊车尾，这不是妥妥的嘲讽吗？有，当然有。你有信心考全校倒数第一吧？死小鬼，你把柄还在我手里呢，早晚把你灌成泡芙。林雨见状也是站了出来。我听说江少，你的成绩可是特别优异的。成绩什么的对我来说无所谓的，我考不好的话，那就只能回家继承1000亿家产了。你除了有钱，你还有什么？我长得还很帅，没钱了大不了出去当牛郎，大把的富婆姐姐等着养我呢。不像你出去卖屁股都没有人愿意要你。你林雨3步并作2步，冲到了江彻面前，一把拽住了江彻的领口。你快放开江少！你敢动江少，信不信让你这个穷酸学生在学校里面混不下去？很显然，这几个小弟明显就是给林雨送经验去的。林雨几脚就把他们踹飞了出去。江彻嘴角噙着笑意，从口袋中掏出了手机。警官您好，刚才您在电话里面应该大致听清楚了吧？石兰中学这里发生了校园暴力，有个家伙要打我们，现在我的3个同学生死不明。你先稳住他的情绪，我们立刻过来。手机挂断之后，江彻面容平静地看着面前的林雨，此时的林雨还攥着他的衣领呢。松开！林雨有些惊惧，但还是松开了。他完全没想不到江彻竟然会报警。卧槽，江少牛逼呀！你有什么话进局子和警察们说去吧。涉嫌故意伤害和打架斗殴，没有半个月你是出不来的，而且你还会留下案底。没过一会，警察们就赶到了校园里，江浙班级门口马上就被围了起来。班主任在了解到前因后果之后，气得头皮发麻。你个蛀虫，我就不该让你进我们班的。警官，林雨是今天上午刚来到我们班的，一进来他就和班级里面的同学产生了矛盾。警官，是这个江彻先骂辱骂我的，他的嘴太贱了。那你也不能打人啊，你看看你把人打的。朱老师，我的肋骨大概是被踢断了，能站起来走吗？走也得是按表走了。我就踹了你们2脚而已，根本没用力。我要是用力的话，你们早死了。阿 Sir， 他还要杀了我们，你们要给我做主啊！你们都跟我们走一趟吧。2个警察走了出来，把林雨等人带走了。为首的李队长则是来到了江彻的面前。您就是江少爷对吧？王局经常和我们提醒，今日一见，果真是个英年才俊。王来玉，他那个便宜老爸的拜把子兄弟，杭城公安局的局长，权力很大。李队长对吧？帮我替王叔问个好。没问题，江公子你就不用去警局了。而且林雨这个情况属于打架斗殴，情节严重一点可以归为校园霸凌，估计会在拘留所待上半个月。你自己看着办。林雨被带走之后，
叶梦瑶有些扭捏的来到了江彻的面前。你没事吧？江彻只是斜睨了他一眼，反而把目光放在了于婉儿的身上。叶梦瑶现在对他的感情并不是爱，甚至也不是喜欢，只是一种莫名的占有欲。想要调教这位校花，其实也很简单，脱离他的掌控，让他吃醋，给他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界感，慢慢调教。婉儿妹妹，今天下午还要考试呢，你准备的如何？一提到考试，于婉儿的神色就紧绷了起来，毕竟她是真的去偷了考试答案。准备的还行，应该不会退步的。唉，我这次考试估计要凉了。我的成绩你是知道的，要不教导我一下，给我当个辅导老师什么的。被冷落在一旁的叶梦瑶不知道为何就感觉有些吃味。江彻不理自己了，反而去搭讪自己最要好的闺蜜，这让她心里很是烦躁。哼，婉儿，我们走。江彻并没有说些什么，只是拿出了手机，在于婉儿的面前晃了晃。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林雨被带进了警局之后，就面临起了审讯。你叫什么名字？还是都市好啊，到处都是漂亮妹子。我问你话呢。性格够烈，我喜欢。我叫林雨。年龄？19。性别？你自己不会看吗？或者说，你来摸摸，看看我是男是女。听了林雨的话，一旁的男警察目光微颤。敢调戏警局的女暴龙，这不是找死吗？王嫣然出奇的没有生气，只是淡漠的看了一眼林雨。妨碍警察执法，追加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说着便起身离开了。这怎么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女警花不应该气急败坏，和自己理论一番，然后自己就可以在她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现在怎么不太一样了？根据我们调查监控，是你主动出手伤人，被打的王正、刘铁两人坚持要追究你的责任，你将面临最少半个月的拘留，还有数十万元的精神赔偿损失。自己堂堂暗境武者，以一打10都游刃有余，刚一下山就被拘留了，岂不是贻笑大方？让家里的老头子听到了，估计要笑死自己了。等等，叶长空。林雨猛然间想起了自己的这位雇主叶长空。我要给一个人打电话，让他把我保释出来。叶长空接到了警局的电话之后，有些不解。这个林雨怎么开学第1天就把人打了？虽然他是让林雨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但也没让他不由分说就打人了。林雨，以后做事别毛毛躁躁的，我是让你低调暗中保护瑶瑶的，你如此高调，如果出事了怎么办？这个老登竟然还教训起自己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如果不是看在叶梦瑶这些漂亮姑娘的面子上，他堂堂一个暗境强者会来校园里面做一个保镖，但是自己现在毕竟有求于人，只能先低声下气的。叶说，其实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男学生对小姐欲图不轨，所以我才动手的。你是在说小彻吗？我看着小彻长大的，他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而且我们两家是准备联姻的。我劝你一句，别动不该有的心思，你就是一个保镖而已。叶长空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林雨心里的那点想法？他叶家和江家都属于顶级的豪门了，资产都是100亿起步，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虽然林雨背后有高人撑腰，但这并不妨碍叶长空看不起他。叶说，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小保镖，但金陵岂是池中之物？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下午的模考，江彻发挥稳定，都成反派了，而且还是超级富二代，还要分数有何用？让江彻没有想到的是，于婉儿竟然主动找上自己了。小萝莉特地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你上午那是什么意思？啥？你别和我装了，你把你手机给我检查一下，我怀疑你上次拍的视频没有全部删除。喂，你又不是我女朋友，凭什么查我手机？你该不会以为咱俩接个吻，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不过嘛，你也不用查了，视频我确实没有删除。你如果想拿这件事情威胁我做更过分的事情，那你想多了。现在联考考完了，你想揭发我就揭发去吧，想用这个逼迫我做一些更过分的事情，不可能的。这次考试他的分数肯定故意控低了，就算自己揭发他作弊了，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会去追究他的问题了。不能做更过分的事情，潜在意思就是不太过分的事情就可以做喽。江彻欺身而上，逐渐把于婉儿逼入墙角，狭窄的空间让女孩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你信不信我报警了？不，我是3好学生，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可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情你不干，你现在就差把流氓2个字写在脸上了。这样吧，咱们折中一下，你这秘密我不公布出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休想对我做过分的事情。过分的事情？怎么样才算过分呢？我帮你追到瑶瑶姐怎么样？我知道你喜欢她，
我可以帮助你的。其实他知道叶梦瑶很多令人羞耻的私人小秘密，但这些话他不敢说出来，害怕江彻又偷偷录音。你可真是一个坑姐姐的好妹妹啊！于婉儿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她之所以会和叶梦瑶成为闺蜜，就是看中了她的钱。江彻，我才没有坑瑶瑶姐呢，你不要乱说。于婉儿，这话你说出来自己信不？你一个穷丫头，整天和人家千金大小姐待在一起，吃人家的用人家的，还住在人家里，吸血鬼都没有你能吸。你才是吸血鬼呢！我和瑶瑶姐是最好的闺蜜，你休想挑拨我和瑶瑶姐的关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恐怕价值4位数起步吧，还有你的鞋子、日常用品之类的。叶梦瑶每年在你这个好闺蜜身上的花销都要10几万了吧？你这不是吸血鬼是什么？如果叶梦瑶是个男人的话，你这就是被包养了，知道吗？江彻的话如同一把利剑，刺穿了女孩脆弱的内心。于婉儿的小珍珠啪啪啪的就落了下来，眼角都泛起了绯红，看起来我见犹怜。你个混蛋，你才被包养了呢！其实江彻说的并不错，他和叶梦瑶之间确实是不一般的闺蜜。叶梦瑶经常晚上把他喊到叶家，喜欢抱着他睡觉，把他当成一个人形抱枕，时不时还要和自己贴贴。其实如果我愿意，可以很轻松地挑拨你和叶梦瑶之间的关系，让她彻底认清你这个纯情小萝莉背后其实藏着一颗拜金的心，是个趴在她身上吸血的蜱虫。江彻的话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但是他却无法反驳。当然了，我不会这么做，你只要乖乖的听话，我不会太为难你的。你配合我，我不欺负你。真的吗？今天班级里刚到的林雨，你应该有印象吧？聪明的女孩一瞬间就猜到了江彻的意图。你想让我针对她？聪明，等林雨回来之后，你就负责挤兑她，明白吗？江彻，林雨她不过只是一个贫困生罢了，现在又犯了法，你直接找个借口让人把她开除不就行了？你话怎么那么多？一个眼神就让于婉儿闭上了嘴。先别说了，今日份的吻先来一个。你愣什么？刚才我提的条件你不是答应了吗？每天一吻。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你分明就是在胡搅蛮缠。于婉儿接连2天的时间里被江彻吻了2次，心情很是崩溃。她小心机虽然挺多，可归根结底也只是一个少女。虽然这并不是她的初吻，她的初吻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叶梦瑶给夺走了。反派当起了还真挺上头。至于于婉儿和叶梦瑶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塑料闺蜜当然要好好敲打一下。江少，今天收拾那个林雨可真是大快人心啊！要不是那个家伙偷袭我，他早就躺在地上了。看来主角林雨的降智光环并没能影响到他们俩，他俩的智商已经没有下降空间了。以后见到林雨不要和他动手，恶心他就行了。以后在学校里他是肯定不敢主动打人的了。我懂了，江少，我不动手，我以后见到他直接一脚踹死他妈的！胖子，你莫过脑子是不？江哥没让咱动手，要恶心他知道吗？比方说在他水杯里尿尿。我靠，猴子还是你懂得多啊！傍晚，杭城叶家，瑶瑶，最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哪有，我没有心事。我听说你和小彻闹矛盾了是吗？提起江彻，叶梦瑶心里就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淡淡的愠意。这个家伙之前还在追自己呢，怎么现在就不追了？他好像对婉儿的态度有些暧昧了，还要请婉儿去做他的辅导老师。妈妈，没有闹矛盾。你都把表情写在脸上了呢。瑶瑶啊，我虽然不知道你和小彻之间闹出了什么矛盾，但是小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性格和样貌什么都还算不错。你和小彻之间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你不能总吊着人家啊。妈妈，你忘了吗？我不喜欢和男生有什么接触的。多接触不就不反感了吗？这就是一个习惯，多多磨合一下就好了。叶梦瑶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妈妈并不反对早恋，你看看妈妈就是在17岁的时候怀的你。怎么，你的畜生事还不让说了？没什么，我的意思是别教坏瑶瑶。林雨终究还是被拘留了，虽然叶长空准备动手把他绑下，但在得知了林雨得罪的是江彻之后，还是收手了。不应该啊，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可是暗境强者，而且还掌握着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神级医术，还没开始大展拳脚呢，就先被拘留了，肯定是哪里不对。而就在此时，拘留室里面其他几个年轻人也缓缓走了过来。哥们，你犯啥事了？林雨没有说话。我大哥问你话呢。林雨唇角微微勾起，他终于要开始装逼了。
林雨，你怎么又打人？还打成重伤？江少爷说的果然没错，你这家伙就应该关进单独一个拘留室。你再打人，可就不是民事纠纷了，到时候直接让你坐牢。最终拘留时间又延长了1星期，这不禁让他怀疑起了人生。下山的时候，林雨的那位杀手师傅曾说过，放肆去闯，用自己的这双拳脚闯出一番天地，而事实却是，用拳脚去闯，只能闯进派出所。之后的几天，江彻能够明显感觉到叶梦瑶这妞似乎变了。江彻，你这次考得还不错，恭喜你。哪里能比得上你这个大学霸？面对江彻的阴阳怪气，叶梦瑶只是感觉到了一丝不舒服。江彻，你前几天不是说你想找一个辅导老师吗？身为班长，我有义务帮助你的。你是来和我炫耀你考得有多好的吗？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是全校前10了，行吧？我就是个吊车尾而已，连个大学都考不上，哪里比得上你啊？江彻的话让叶梦瑶心里堵死。叶梦瑶之前之所以会讨厌江彻，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江彻是个超级学渣。身为学霸的他，向来都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骄傲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帮助你的学习而已。呵呵，叶梦瑶，你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高傲的。我这样的学渣配不上你，我也累了。学习什么的，我这个大学渣就不用你劳心了。江彻的话让叶梦瑶愣住了，看着江彻这样一副自暴自弃的模样，叶梦瑶心里很是难受。而此时，江彻竟然转身朝着于婉儿走过去，被江彻接连吻了2次。江彻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于老师，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于婉儿一下子就看出了江彻的想法，这个混蛋竟然想要挑拨自己和叶梦瑶之间的关系。万一如果因为江彻导致于婉儿和叶梦瑶关系破裂，那他以后还怎么从叶梦瑶身上捞好处啊？权衡之后，于婉儿露出了一抹蓝色。我的英语和语文不错，我可以教你文科。江彻眼神漠然，冷不丁的给于婉儿使了一个眼色。小玩意儿，竟然还敢搞小聪明。于婉儿接下来的话说不出来了，她是真的害怕这家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自己来一口，那自己就真的全完蛋了。理科什么的，其实我也挺不错的，也可以教你。那以后还就多多依靠于老师的教导了。叶梦瑶呆立在原地，看着江彻去撩拨自己的闺蜜，粉拳紧紧攥起。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很是扎眼，她的心里泛起了一丝酸水。但婉儿可是自己最要好的闺蜜。江彻，如果你能和我考到同一所大学，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女主向你发出了未来的邀约，触发反派选择。选择1，欣然接受，并且当众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叶梦瑶好感度加10。选择2，默不作声，装聋作哑，获得奖励力量加5。选择3，果断拒绝，并且让其产生悔意，获得奖励鼓舞太极拳精通。江彻瞥了一眼叶梦瑶，看吧，叶梦瑶，你本质上还是看不起我这个学渣的。你明知道我成绩不好，还要和你考入同一所学校。江彻的话让叶梦瑶有些慌了，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是心里悔意升腾了起来，感觉自己距离江彻越来越远了。于老师，我有一道数学题不是特别会，你教我一下。场面异常尴尬，叶梦瑶紧握双拳，紧咬薄唇，随后仓皇而逃。给钱？给什么钱？我的辅导费，我教你那么长时间，你一点报酬都不给我吗？于婉儿显然是一个小财迷，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的。更何况江彻是借着这个机会占自己便宜。身为成绩优异的学霸，帮助一下小学渣，不是分内之事吗？你休想道德绑架我！快给钱！我不要多，给我300块。不，给我500。我没钱。你身为杭城首富之子，竟然说自己没钱。先别说了，今日份的吻来一个。亲你可以，你要给钱，亲你一次多加200。于婉儿很清楚，自己根本玩不过这个男人，反正都是要亲的，倒不如多要点钱实在。当然可以。说着，他直接拿出手机给于婉儿转了700。江彻又是一个深吻，于婉儿已经被吻麻了，或者说已经习惯了，甚至江彻能够感觉到于婉儿也快要沉沦于其中了。你个大混蛋！怎么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初吻吧？我呸！就你也配拥有我的初吻？我的初吻可是给了瑶瑶姐。前世的江彻是个给领导开车的老司机，凭借着巧舌如簧的口才以及强大的个人综合性能力，博得一众富家太太的欢心。后因为一江彻穿越成校花们的贴身狂龙里活不过50张的炮灰反派，
并且绑定神级选择系统。恭喜宿主完成选择，获得奖励鼓舞太极拳。鼓舞太极拳，一种强大的鼓舞术，属于内家鼓舞术。使用之后，将会对太极拳达到一种非常精通的水准。提示：使用之后，您将会获得暗劲初期的实力。林雨现在就是暗劲初期，自己有了鼓舞太极拳，还是暗劲初期的实力。就算打不过林雨，肯定也不至于被吊在树上抽了。使用技能，恭喜宿主成功领悟鼓舞术太极。一瞬间，大量和太极拳相关的记忆涌入了江彻的脑海之中。包括陈氏太极、杨氏太极、武当太极、凌空太极等10几个流派，全部杂糅在了一起。同时，他的体内也正逐渐发生着变化，一股神秘的气逐渐充斥在了四肢百骸之间，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却真实存在。这种感觉很玄妙，这就是所谓的气功。江彻微微蓄力，对着墙壁轻轻一拳，水泥墙壁直接被打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拳印，拳印的周围都被暗劲震得出现了蛛网般的裂纹。这如果打在了人的身上，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这反派还是要变强才行啊！自己虽然是个反派，很有权势，但毕竟自己个人战斗力不足啊。闲着没事的时候，江彻就开始翻看起了小说剧本。林雨这个家伙背后还有2个师傅，一个是隐世不出的神医，另一个则是曾经的第一杀手。2人的实力都很强，林雨那个杀手师傅的实力更是达到化境巅峰的存在。不过这2个老登都是200章之后才会露面，而且好像还是被困在了哪个境地里。江彻看到某段内容，忽然眼前一亮。30章左右的时候，林雨竟然还有山洞奇遇。江彻赶紧把这一章逐字读完了，一个字都不敢落下。在杭城郊区的某个山涧下方有一个山洞，里面藏着一个高人的传承。山洞每隔6年才会开启一次。很显然，这个山洞是林雨的师傅们给他留下的契约。洞里面的好东西还挺多，一个空间玉佩，而且还有一个轻功秘籍。这我不得去截胡。现在林雨肯定非常着急，因为那个山洞每隔6年才会开启一次，一次持续7天。按照林雨如今的刑期来看，肯定是赶不上趟了。你的机遇我就笑纳了。回到家之后，江彻再次被便宜母亲来了个大大的拥抱。我家小车又帅了。此时江渊也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我跟你们说，以后咱们江家可就不只是千亿资产了。老公，难不成咱家里要破产了吗？怎么可能破产？我的意思是，咱们江家以后可能会更上一层楼。还记得我之前和你们说过，咱们冤彻药企研发的一种新型药物吗？研发成功了吗？没错，之前我们公司投资了100多个亿，研发出来的抗癌特效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在1期临床试验结果非常完美。哇塞，好厉害！江彻听着江渊的话，沉默了起来。原剧情中，自己老爹的公司是做药企的。渊彻集团放眼整个龙国的所有制药公司，都是可以排进前10的。渊彻集团斥资100亿研发抗癌特效药，几乎可以抑制住90%以上的癌症，甚至可以给癌症晚期的患者续命。一旦问世，渊彻集团的市值将直接翻倍。但公司内部的第2股东和研发人员串通一气，偷偷的把药物配方弄走了，最终搞得渊彻集团100亿投资全部付之东流。为了维持自己富2代的身份，江彻决定要做些什么。爸，你确定公司里面没有内鬼吗？内鬼？你的意思是？抗癌药，这可是秘方，如果泄露了，抗癌药的研发人员身份都是绝密的，保密等级很高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保密的。我建议你偷偷查一下，排查一下公司里面所有人，尤其是大股东。我会去做的。江渊的态度很是认真，其实他自己也有些警觉了，毕竟他可是白手起家，在短短10几年里把一家公司打拼到了市值1000亿的水平，不可能是个傻子的。小彻，我觉得你大学应该学一学财经，毕业了之后也好来咱们自家公司。我这马上也快老了，不能后继无人，我还等着你结尾之后，我就能和你妈过2人世界了。江彻他只想当富2代，并不想奋斗，当个反派，料理一下气运之子，顺便泡泡妞，多舒服啊！鬼才愿意去接手公司。没事，你们还能生，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也行。江彻开口之后，江渊人直接妈了。江渊是个谨慎的人，经过江彻的提醒之后，他当天夜里就令自己在公司里的心腹暗自调查了起来。身为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眼线遍及整个集团，很快就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李长玉这个女人，她想干什么？李长玉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也是和他一起建立公司时期的老婆。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到好多股东竟然都有反叛之心。看来公司里面也要来一波大换血。深夜里，拘留所里的林雨坐在马桶上，观望着窗外的夜空，无意间瞥到了天上的那一抹红光。红月降临，该死，怎么把这一茬忘了？明天就是洞府开启的时间了。洞府里面有着稀世珍宝，可以帮助自己变强。最重要的就是听师傅说，里面还有一枚至关重要的玉佩。听说这一枚玉佩代表着一桩婚约。警官，我有急事，放我出去啊！
我求求你了，快放我出去吧，我真的有急事啊！然而，并没有人鸟他。7天，只剩7天了，我必须要出去。又因为一直江彻穿越成校花们的贴身狂龙里活不过50张的炮灰反派，并且绑定神级选择系统。第二天一早，江彻就带着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闯进了情山，提前把属于林雨的机缘检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一名保镖跑到江彻面前：“少爷，发现了，我们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门，但是打不开，而且这里还没有钥匙。”这有什么？你们直接用炸药包把门炸开不就行了吗？果然，虽然洞府是6年一开，但自己不是主角，想要开石门还是很困难的。凭什么主角一来，石门就自动打开？我这个反派来了，你就紧闭不开，就像是小说中那些女主们一样，遇到主角直接双腿叉开，请君入瓮；遇到自己这个反派，直接就上雁南征。在专业爆破团队的轰炸之下，区区一座石门直接就被炸得稀烂，一座洞府显露于其中。你们先进去探探路，看见玉佩和卷轴就给我拿出来。身为专业的保镖，他们无条件服从，不出任何命令。几个保镖没进去多久呢，就哀嚎着跑出来。蛇，里面有毒蛇，有毒虫，半米长的大蜈蚣。老板，东西我拿到。一个灰头土脸的保镖跑到了江彻面前，把手中一张破烂卷轴和一枚淡黄色龙符玉佩交到了江彻手上。不错，江彻当场给每个进去的保镖都赚了10万块钱。里面没东西了吧？没有了，我刚才把地板都挨个敲了一遍，什么东西都没了。里面除了毒虫、毒蛇之外，就只有这2个东西。江彻点了点头，随后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塑料玉佩，还有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你们把这2样东西放回去，然后走的时候别忘记把这个石门给修一下。换个电子门吧。林雨这个家伙最后肯定还会来到这里的，不知道到时候会作何感想。闯电子秘境，拼赛博人生，应该会很高兴的吧。从洞府回去的路上，江彻坐在迈巴赫的后车座中，把玩着玉佩。这枚淡黄色的龙符玉佩做工精妙，一看就知道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入手温润，给人一种强烈的亲和感。江彻从剧情中得知了，玉佩是需要滴血认主才能激活里面的储物空间。江彻轻轻用牙齿咬破了手指，随后将血滴在了玉佩上面。一阵恍惚，紧接着他便清晰地感知到了自己和玉佩似乎多出了某种联系一般。感觉没啥用啊，变魔术还行。不过既然是林雨的机缘，那我全都要夺过来。踏雪无痕，一个轻功秘籍，需要拥有暗劲的修为才能修炼。大成之后可以做到踏雪无痕。在水上漫步，江彻粗略地翻看了2遍秘籍，上面的内容就全部被他记入了脑海里。过目不忘，这也算是身为穿越者的一点点小福利了。江彻回到家之后，倒是有些意外地遇到了几张陌生的面孔。小彻，你回来了，你快看看谁来了。儿子，你昨晚和我说的事情，我回到公司之后让人仔细调查了一番，结果还真的查到了东西。公司里面有好几个大股东背着我偷搞事情，如果不是发现的早，估计公司这一波损失惨重了。这些喂不熟的狼崽子敢反老子！江渊虽然在骂骂咧咧的吐槽，但是看向江彻的眼神透露着慈爱，同时还有一种若隐若无的炫耀之感。这是王来运叔叔，还有宝贝嫣然，你和嫣然2人得有5、6年没见过面了吧？确实好多年没见过面了，曾经的小屁孩都长这么大了。坐在沙发上的王嫣然也是抬眸看向了江彻，眼神中似乎带着一抹复杂之意。嫣然姐，好久不见。江彻，好久不见。小彻，今天多亏了你王叔叔帮忙，才帮我抓住了公司里面的那些商业间谍。哪里，这是分内之事。聊着聊着，话题又聊到了江彻和王嫣然身上。嫣然宝贝，你比小时候漂亮多了。阿姨我啊，从小就想要一个闺女，这都快成心病了。确实啊，我家然然这都23了，大姑娘了，连个恋爱都没谈过，真让人着急。爸，你说什么呢？结果没想到越聊越离谱。我比江彻大了5岁呢。大5岁怎么了？你大3宝金砖，你这都快包上2块金砖了。早知道自己就不来了，我下午还有工作要做，我先回去了。小彻，你开车去送一送嫣然。2人一前一后离开了江家，2人并肩走在一起，倒是颇有些般配。只不过王嫣然却有些拘谨。江彻啊，好久不见啊。这句话你刚才说过了。江彻眼眸不经意间就把王嫣然打量了一遍。85、60、85的3维，也不知道这个妞是怎么吃出来的。那傲人的36亿，怕是能把人闷死啊！你往哪里看呢？他身为警察，怎么可能察觉不出江彻那种眼神？这种眼神他在很多男人的眼中都看到过，但是江彻的眼神却出乎意料的并不讨厌。其实王嫣然也有些感慨，
他对江彻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小跟屁虫上。与此同时，叶梦瑶捏着一张请柬，脸色复杂的来到了江家别墅区旁。也不知道江彻会不会来参加我的成人礼，他好像很讨厌我，但是以叶家和江家之间的交情，江彻应该会给自己这个面子的吧。毕竟江彻之前的成人礼自己都去了，如今肯定不会不给面子的。其实现在叶梦瑶对江彻的感觉已经非常复杂了，她只想把江彻当成哥哥的，但看到江彻不理自己之后，心里又非常空荡和失落。江彻应该还是在生自己的气，我应该在自己成人礼的时候鼓起勇气来回应江彻的感情。想到此处，叶梦瑶俏脸上逐渐浮现出了一抹娇羞，真的好羞耻啊！可很快，一阵熟悉的声音就传入了她的耳畔。抬眸一看，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下去。江彻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的从江家别墅中走了出来，虽然距离挺远，但是他还是能看得出，那个女人真的很美，那是一种不属于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成熟美，而且她那傲人的身材也让他瞬间升腾起了自卑感。不知道为何，叶梦瑶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很是扎眼，心里的醋坛子就仿佛被打翻了一般，于是偷偷跟在了两人的身后，一直到两人上了江彻的迈巴赫。检测到叶梦瑶正在偷窥，触发大反派选择。选择一：非常直男，立刻把王嫣然赶下车。王嫣然好感度-10，叶梦瑶好感度+10。选择二：闷不作声，老老实实把王嫣然送回警局。王嫣然好感度-5。选择三 ：A 上去，撩到她脸红心跳。王嫣然好感度+10，获得奖励10年内力。江彻身为暗境强者，五感都被强化到了一种层次，自然早就察觉出了有一只小野猫在偷窥自己，但他并没有张扬。被偷窥就被偷窥吧，反正也该让你急了。嫣然姐，刚才我听王叔叔说你还没有谈过恋爱，你想干嘛？你该不会想当我男朋友吧？臭弟弟！然然姐，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过家家吗？你怎么还记得？王嫣然脸色一僵，随后整张脸都爆红起来。那我能不记得吗？毕竟那个时候我才7岁啊。你不许记，你给我忘了，你给我忘了。可你给我留下了心理上的创伤。这样吧，然然姐，你再亲我一口，让我回忆回忆当初的感觉呗。回忆你个大头鬼啊！我看你在白日。江彻也上去了，从选项中就能看到，王嫣然对自己其实还是很有好感的。迈巴赫的车窗并没有关，这一幕都被远处的叶梦瑶看得清清楚楚。少女的脑袋直接嗡嗡作响，一片混乱，甚至就连手中的请柬都掉落在了地上。一股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逐渐从心底蔓延开来，一双杏眸不知何时也布满了泪水。他明白了，一瞬间他就明白了自己对江彻的感情了。原来这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哥哥和妹妹的感情，而是喜欢。自己这是彻底没机会了吗？这一幕幕太扎眼了，叶梦瑶哭着跑走了，临走前还把地上的请柬捡了起来，就好像捡起了自己破碎的心灵。你吻技怎么那么好？平时没少欺负其他小女生吧？江彻心情不错，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你警局在哪儿？杭城新区派出所。你们派出所最近是不是关押了一个名叫林雨的家伙？你怎么知道的？这家伙被拘留了，是因为打架斗殴？难不成他是你的同学？然然啊，你别叫我然然。我7岁那年。行，你随便叫吧。林雨这货还要对我动手呢，他刚进班级的第1天就针对我，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自信。确实如此，这个林雨刚进警局的时候还调戏我呢。林雨这些天的表现确实是一个自大狂，很让人厌恶的一个家伙。和呸，忒不是个东西了。于是乎两人就这么一路从江家骂到了警局，把林雨身上的缺点都数落了一遍。怎么回事啊？林雨在拘留所里连打了10几分钟的喷嚏，差点鼻子都要报废了。以自己的暗境强者的体质，根本不可能感冒的，肯定有人在骂我，100%是江彻那个东西。可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这些了，因为6年一次的洞府开了，如果自己错过了，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2天他总是愈发的狂躁，总感觉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失去了。该死，我一定要出去，我要打电话，我要找人。林雨毕竟是个气运之子，手段还是很多的，竟然还真的被人保释了出去。呼吸了几口外面的空气之后，林雨的目光才逐渐坚定了起来。学校等下再去吧，还是洞府更为重要。说着，林雨便马不停蹄地朝着师傅留给他的那一片山区跑去，从下午一直跑到了深夜，估计足足有2个马拉松的距离。世界冠军马拉松冠军基普乔格看了都要流泪。妈的，可算是到了，那么远，还不如打电话给叶长空呢。林雨来到了山涧之上，直接从上面一跃而下，10来米的高度对于他这个暗境强者来说，虽然很高，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林雨慢慢走到了店子门前，林雨一脸懵逼地看着面前的店子门，整个人脑袋出现了无数的问号。请输入密码。我靠，林老头，
你他妈搞我心态是不是？还搞个电子门，你们自己弄的秘境，还给我说6年一次。林宇显然没有把这个电子门当一回事，握紧拳头，直接一拳轰了上去。这门怎么那么硬？我可是暗境强者啊，强攻不得，可施巧技。什么密码？林宇只能老老实实的破解这个什么密码。第一，请回答3个问题，答完之后门将会自动开启。你问吧。问题1，大声喊出3声我是狗，并且学3声狗叫。林老头，我知道这是你搞的鬼，你应该也能听见我说话吧？别搞我了，我是不可能低头的。就这样和空气斗智斗勇了10几分钟，林宇有点绷不住了。喂，林老头，你该不会真准备让我学狗叫吧？你能不能回我一句话？好好好，这个仇我记下了。我是狗，我是狗，我是狗。在林宇的认知中，还是他的那个师傅在整他。第一，现在请听第2题，请说出你隐藏在心中最深处的秘密。你个林老头，你不是知道的吗？偷看隔壁村王寡妇洗澡，你可是跟我一起看的啊，还跟我玩起这一套了。第一，现在请听第3题，请完整的诵读圆周率小数点后1万位。你他娘还能再搞人心态一点不？诵读小数点后1万位，你他娘还能再没有点人性？但是林宇最终还是向现实屈服，打开了手机，对着圆周率那长长的篇幅开始诵读了起来。区1万位而已，是读又不是背，这不是轻轻松松。恭喜您成功完成所有试炼。第一，离开门。电子门打开了，林宇直接就哭出来，想他堂堂下山的狂龙，暗境强者，流血不流泪的阴阳，竟然会哭出来，被折磨得惨无人道。现在他脑袋里面全都是数字，看什么都像是数字，有种想要机械飞升的感觉。可算是进来了，林啸天，别让我再碰到你，碰到你，我胡子给你拔光了。洞里面很干净，只有一张石桌，上面摆放着一块金色玉佩和一本蓝紫色的秘籍。林宇有些摸不清头脑，走近一看，林宇倒吸了一口凉气。5年高考，3年模拟，这是古武秘籍的新皮肤吗？真是资料啊！他娘的是数学，还是今年的新版？林宇就算再傻，也知道自己是被人耍了。我操你妈的林老头，就逮着我一个人整是吧？可是他还是不信邪的把资料一直翻到了最后一页，上面果然留了自己。孩子，知识改变命运。师傅知道你的性子急，戾气很重，你一定是吃亏了吧？听师傅一句劝，放下拳脚功夫，多读点书，对你有用。不知道为何，看着这字里行间的谆谆教诲，让他有种想哭的冲动。他确实因为打人进了拘留所，吃了大亏。虽然他感觉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劲，但来自师傅的教诲确实让他受益匪浅。这段时间自己的内家功夫就先不修炼了，修炼先修心才行。而此时，江彻盘坐在床上，感悟着今天刚刚获得的轻功。江彻的天赋倒是不错，仅仅1晚上的时间，这一门轻功他就已经入门了，达到了身轻如燕的境界。片刻之后，江彻缓缓睁开眸子，吐出了一口德气。在洞府中给林宇留下的那些字迹，当然是我写的了。还修炼你们？赶紧停止内卷，让我多卷一会儿。像极了临近期末考试在寝室中疯狂偷学的大学生呀。而此时，江彻手机上也收到了一条消息。哦，林宇竟然被人保释出去了，真学狗叫啊！偷看王寡妇洗澡，电子门的罪魁祸首自然也是江彻。江彻笑完之后，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则是深邃，眼神中闪过一丝算计。江彻回到了学校，他注意到了叶梦瑶。一早晨，叶梦瑶这个小妞似乎都在埋着头写作业。这姑娘该不会是受刺激了吧？而就在此时，班主任朱勇走了进来。下节课不上课，全校去到操场开会，林宇的检讨会。班级里面议论纷纷。朱勇走后，江彻摸着下巴，露出了一抹坏笑，随后把刘铁和王正两人叫了过来。江少，有什么事情吗？江少，我和猴子必定为你马首是。这个你们拿去，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林宇当着全校师生面前做歉词的时候，你们去广播室把这里面的东西放出来，里面有林宇学狗叫的语音，懂了吧？干坏事我哥俩最擅长。江少，你放心，事情绝对做得干净利。很快，石兰中学的操场上就开启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来批判林宇的，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公开处刑。像林宇这种狂傲的主角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师傅给自己的教诲。此番下山只为了红尘炼心，不能生气，毕竟金鳞岂是池中之物。随后他便拿起了稿子开始念了起来。我叫林宇，我在几天之前刚刚转到石兰中学，但却因为动手打人进了拘留所。我现在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此时学校的播音室里面，原本的播音学生被五花大绑地绑了起来。小同学啊，我们先占用了你的播音室好不好？等我们干完活之后给你解绑，你就全当啥都不知道。校领导问起来，
你就说自己尿急去上厕所了。我和刘铁两人啥背景，你肯定也知道的，除非你不想在杭城混了。播音学生猛地点着头，就像小鸡刀米一样。随后刘铁拿起 U 盘，邪笑着插入播音设备，随后整个学校的操场上的大喇叭就播放起了。我是真的对不起刘铁、王正两位同学，我发誓，我再也不随便动手打人了。接下来，我将宣誓，我是狗，我是狗，我是狗。林宇被喇叭里面的声音打断，而喇叭里面的声音赫然也是林宇自己的声线。一瞬间，整个校园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前后都是林宇的声线，堪称无缝衔接。一瞬间，台上的林宇表情逐渐变得僵硬。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像自己的？等等，这就是自己的声音。他想起来了，这是自己昨天在洞府的店子门前说的话。林宇懵逼了，站在台上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旁白喇叭里面的声音还在源源不断。我是狗，我是狗，我小时候还偷窥过隔壁村的王寡妇洗澡呢。台下数以千计的同学们神色都绷不住。我靠，这尼玛什么情况？这不是检讨会吗？怎么还学上狗叫了？偷看隔壁王寡妇洗澡，这位老兄我是服气的。吃瓜吃瓜，这家伙明显就是被人整了，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啊？还用猜吗？肯定是江少。我听说这林宇刚转校的时候就得罪了江彻，以江少的性子，不得把他往死里整啊！这林宇估计是要社会性死亡。如果我是他，现在尴尬到能原地螺旋升天。站在台上的林宇确实无比的尴尬，几千道目光都讥讽地看着他。而此时的校领导也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上了讲台。林宇，你在乱说什么？这是你的检讨会，不是让你来发癫的。突如其来的批评让林宇人都懵逼了。你看不明白吗？有人要陷害我啊！这分明就是有人提前陷害我的。林宇拼命地想要解释，但是校领导看向他的眼神充斥着一种漠然。他又何尝不知道林宇是被人恶搞？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让林宇来背这个锅。说你还有理了，回去写10000字检讨。林宇彻底绷不住了，他的性子就是桀骜不驯，本来就已经足够丢脸了，再忍下去他就成了忍者神龟了。林宇刚准备发火，校领导的一句话就让他憋了回去。你不想上了是不是？林宇气得浑身发抖，自己现在无权无势，空有一身强大的实力无处施展。该死，是谁要整我啊？猛然间，江彻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难道是那个家伙？可是这不可能啊！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去洞府秘境的？应该不是他，但肯定在学校里面。林宇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出自己究竟还得罪过谁。但只有江彻。江彻，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不管整自己的人是不是江彻，他都要让江彻付出代价。一上午的时间里，叶梦瑶都在做着心理建设，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走到了江彻面前，将自己手里的一张请柬递到了江彻桌子上。江彻，月末的时候我要举办18岁成人礼，这是给你的请柬。去年你成人礼我都去了，你不会不来的吧？叶梦瑶这话几乎把江彻的退路都给堵死了。成人礼，小说里确实有这么一个剧情。叶梦瑶18岁成人礼，一个其他二流家族的大小姐因为对过于完美的叶梦瑶产生了嫉恨之心，然后就往叶梦瑶的饮料里放了媚药，想要让叶梦瑶当众出丑。叶梦瑶中了药之后，浑身都不得劲。林宇这个时候出来了，用自己的神级医术3两下就把叶梦瑶给治好。江彻，叶梦瑶轻声喊了一句，生怕江彻再次拒绝她，让她陷入难堪的境地。另一边的林宇见到这一幕，整个人都不好了，脸上的皮肉都在颤动着。叶梦瑶的成人礼，自己身为叶梦瑶的保镖，怎么叶长空都不给自己发请帖？哦，自己的身份现在应该保密，到时候自己肯定是被暗自安排入场的。想着想着，林宇的嘴角逐渐歪了起来。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声音淡漠如水，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叶梦瑶还想说些什么，却已经说不出来了。一双杏眸盯着江彻，明明江彻已经答应了要来，为什么心里还是有点难过呢？出了校门，林宇跟着江彻走了出来。林宇同学，你上次没打到我，你这次还想来打我是不是？你要打我的话，我接着报警，我倒要看看谁还能保你。江彻如此嚣张的话把林宇气得牙痒痒。下山之后的这1个星期里，他受的气比以往20年都多。江彻，我不是来打你的，我只是想问你一句，你最近有没有去过西山风景区那边？去过啊，怎么了？如此诚恳的话把林宇都给整懵逼了。那你有没有下去过一条山涧，里面有一个洞府是不是？对啊，怎么了？林宇大脑一阵眩晕，江彻他是怎么知道的？江彻是从哪里得知的？难不成是消息泄露了出去？那个洞府你进去过没有？当然去了，那个洞府的石门可坚硬了，我找了专业的爆破团队才把门给炸开的。林宇听得差点脑溢血没犯了。原来如此，都是江彻这个家伙搞的鬼。那里面的东西呢？里面的宝贝是不是都在你这里？宝贝？什么宝贝？就是宝贝啊！你在里面有没有找到什么卷轴之类的？还有一枚玉佩。卷轴？
我确实看到了一张古朴的卷轴。在哪里？这是我的，你快给我。这个洞府是我家祖传的。当时山洞下比较凉，我把那个卷轴用来烧火了。什么？你给它烧了？对啊，没啥用的东西我不给烧了吗？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谁让你烧的？你知道那个有多贵重吗？林雨发疯了一般想要攥住江彻的衣领，但是现在的江彻和几天之前已经截然不同。一时间，林雨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奈何面前之人。他的力量竟比自己还大，暗劲，这还没有1个星期呢，怎么就变得这么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忽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般。洞府秘境，江彻进去过洞府。什么暗劲八劲的？你瞎鸡巴说什么呢？卷轴，你肯定是修行了卷轴上面的神秘功法，你现在肯定还记得，对吗？现在校门口附近不少的学生都驻足围观，还时不时的议论纷纷。经过了今天上午的检讨会，林雨现在在世兰中学里面可谓是一点牌面都没有。可是此时的林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江彻，卷轴对你来说没用的，你不如交给我。卷轴确实是被我烧了，但是那里面的东西都在我脑袋里面呢。你把卷轴里面的内容写下来，我以后绝对不针对你了。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这是我太爷爷留给我的遗物。你叫我一声爸爸，我就告诉你。哦，不行，我差点忘了，你是狗。蓦然间，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一般。玉佩呢？洞府里面的玉佩是不是也在你这里？玉佩，你看。林雨眼睛瞬间被玉佩所吸引，下意识的伸手就想要夺过来，但是江彻却一把将其收了回去。这是我的东西，你给我。怎么，你还想当街抢劫啊？大家都过来看看啊，这小子抢劫了。江彻一吆喝，林雨直接就冷静了下来，死死地顶着面前的江彻，准确的来说是在盯着江彻手中的玉佩，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敢动手呢。江彻也是暗劲武者，而且似乎不比自己弱，一旦动手自己占不到便宜怎么办？而且现在人多眼杂，只能徐徐图之了。好，我记住你了。今天下午不上课，于老师要不要来我家里帮我辅导一下功课啊？一道阴魂不散的声音在于婉儿身后响起，带着一丝戏谑。小萝莉正准备上叶梦瑶的车。一般周末的时候，于婉儿都是和叶梦瑶待在一起的，平日里能省就省，能蹭就蹭。反正叶梦瑶家大业大的，也不差养她一只小米虫。江彻，我今天下午还有事情呢，去江彻家里给他辅导功课，岂不是羊入虎口？于婉儿本能的想要拒绝，她现在已经彻底看透了这个恶劣的家伙。现在想想，她的舌根还有点发麻呢。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呢。既然大学霸不想帮扶我这个吊车尾，那就算了吧。学霸不懂学渣的痛啊。那好吧，但我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去辅导你。那倒是要感谢于老师了，正好午饭没吃呢吧，一起去吃个午饭。这不好吧？天桥对面有一家新开的中餐厅，去那里吃一顿如何？小萝莉思索再三之后，重重的点了点头。反正等吃好了饭，自己找个借口溜走就行。江彻就算再混蛋，也不可能当街把自己抓走的吧？还能白嫖一顿饭，美滋滋。被冷落到一边的叶梦瑶此时站了出来。我也要去。叶大小姐是准备蹭吃蹭喝吗？我跟婉儿一起去吃，不行吗？上钩了，那行啊。如果你去了，那就让于婉儿买单吧。江彻的话让于婉儿脸色微微一变，她明白了，江彻这是故意的，他想让自己出丑。不就是一家中餐厅吗？我们又不是吃不起，对吧，宝贝婉儿？新开的中餐厅规模非常奢华，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消费不简单。瑶瑶姐，你来点餐吧。他很清楚，如果把菜单交给了江彻，这个可恶的家伙一定会点那些最贵的东西。宝贝婉儿，太爱你了。这个闽南姜母鸭，来一份葱油口蘑，腊肠爆炒扇贝，火鸡味锅巴。叶梦瑶虽然傻乎乎的，但也并没有多点，只是随随便便点了几个价格中规中矩。拿来吧你，这几个菜够谁吃的？让隔壁桌看到还以为我们吃不起呢。江彻随后又加了几道硬菜，于婉儿内心一阵肉疼，偷摸的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账户里仅剩的几千块钱。直到上餐的时候，看着那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于婉儿悲伤的泪水终于从嘴角流了出来。反正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倒不如多吃一点回血。结账是痛苦的，于婉儿看着扣除的1700块钱，心痛到无法自拔。于大校花，你似乎有些不太开心呢，难道说请我们吃饭让你很难过？没有，我当然开心啦。其实我也很早就想请瑶瑶姐一次了，毕竟每次都是瑶瑶姐请我的，我还怪内疚的呢。婉儿宝贝说什么呢？咱们2个还分你我吗？江彻，我早晨和你说的成人礼，你会来的对吗？江彻沉吟片刻，表情古井无波，默默的点了点头。那个，我的数学也很好，可以给你补一补数学的。
就不劳烦班长大人过多操劳了。我毕竟只是个学渣，一个你看不起的吊车尾。江彻说着就拉着于婉儿走了。看着江彻离去的背影，叶梦瑶心里涌现了无尽的回忆。曾经的她确实以学习成绩为由多次拒绝过江彻的表白，曾经说出那些话，如同一颗子弹一般精准的命中女孩的眉。